啊，就这个东西啊，对对对对，这一个客户啊，拿过来让我给他看一下，一个鉴定一下这个东西。一个客户拿过来的。啊，对，卖的嘛，就是卖好嘛。啊，我知道了，黄金哥，是等于说是你的客户给你拿过来。对。他这是在哪弄的？这个？他是祖传的。祖传的。他是祖传的。他跟你说是家传的。对，家传的嘛。他爷爷的爷爷那时候弄的。啊，爷爷的爷爷，你知道这是啥不知道？是黄金啊。我知道是黄金啊，这个看着可是玉玺级别的，这哪是过去的，这现在的。哦，这现在的。你看，下面有3个洞，看到没？有洞。这是现在的硬金，只有这样的东西，知道吧？过去都是纯手工的，哪有这样的产品啊？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。那硬金是怎么个意思啊？硬金它就是空心的嘛，比较轻的那种。对，我给你称一下啊。看多重？96克嘛，96克。96克，那你给他多少钱弄过来的？多少钱啊？3万多块钱吧。3万多块钱啊。他等于说是按那个硬金的东西算给你的啊。3万多的还可以啊。本身它这个东西它是有一点点那个艺术品之类的。不过反正你这3万多收回来，你不怎么赚钱啊。不赚钱的都是朋友嘛，不赚钱没事。你主要是看它是真假。真假，这个看着不假，你看拖着重量有那么重，对吧？假倒是不会假，东西是真的。反正你这个东西咋说呢？有时候人家都说黄金哥你人比较实在嘛。你这些东西就是还可以吧。行。你要是按照那种古董收藏的话，我觉得有点太那个啥了。那就按照黄金卖了。对，只能按黄金去卖，只能按黄金去算。反正当个小玩意儿往家里一放呗，是不是？行，我以为是真的是古董呢。那不是古董，这要是古董可厉害了。好。再说过去的哪有这个东西啊，对吧？这现在的一个属于黄金的艺术品，硬金艺术品。好吧。行，那我知道了。你帮我看看这2块银元值不值5000？没太多时间，得赶到今天5天之前给别人打款。你先不要着急，现在的银元啊都是1币1价，具体是啥样的银元，来我先看看。我听说这2块银元买的时候便宜啊，好像2块下来大概7、8千的样子吧。哦，你这2块银元可以说是味道币啊，虽说入的都是公玻的盒子币，但是状态都挺好啊。这俩银元，这不是你的吧？这是我拿了我哥嘞。因为我着急用钱，拿的时候没告诉他，等我赚钱了，给他多补点钱都中了。哎呀，你这2块7、8千块钱买不来啊！我就简单的说，你这个戊戌老龙吧，虽然说没个纹儿，但是这龙鳞漂亮啊，字口也不错。这壁面这是属于全身打靶，另外一块这也不是普通的这个冤大头，这发丝啊真是绝了。看你急急忙忙的，你是遇到啥事了？我朋友给我介绍一个生意，借给他2万，3天能给我到3万，正好我缺这5000，所以先拿这2块银元应急。借2万用3天给3万，这相当于是50%的利润了。我看你这年龄也不大，你这现在做啥生意能这么大的利润呢？现在挣钱可不容易啊，我劝你要谨慎而行。另外，你这挣的钱够不够陪恁哥了，这还真不一定啊。你说这是啥意思呀？我3天到手1万块钱，8000买的，我这卖5000，这算是赔3000呀。哎呀，你这账算的是没啥问题啊，关键是那搁这俩银元，8000可能买不到，这是一个点。另外呢，就像玩这种银元啊，并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到一模一样的，你最起码啊，你得跟恁哥打个电话，得确认一下吧。这电话是绝对不能打嘞。我这一打，估计他该舍不得了。但我挣钱可咋办呀？你说这话就掉底了，你这可不能为了自己的私欲，丝毫不讲别人的感受啊！你这样做的话，说实话，你这都没人情味了。反正是我哥，自私点无所谓。你帮我看这2块银元能值多少钱吧？那行，那为了让你死心啊，我就来给你讲一讲他们的价值。先单说这个江南戊戌啊。虽然说这个公玻没给分，真品的意思就是里边装着银元，真假没问题，很有可能啊，就是他这个包浆，说实话看着怪怪的，才给的是个真品。其他的我倒是没看到任何毛病，剩下的全是优点。
10个江南9个戳，江南币不带戳的比较少，而且你这个你看一下双面，这都是全身的，这就比较少见了。无锡老龙啊，是8个有机年里边纯食量较少的。你看你这个龙鳞，哎，可以说是满龙鳞，字口没有丝毫的磨损，结合着你这个币的状态啊，综合而言，那哥买的时候估计得1万多了。一块银元能给1万多，对，这价钱喜欢人呢。那是另一块，说实话，这也不是什么便宜的银元。这个袁大头啊，都知道8年的最贵。虽然说你这个是3年了，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发丝，这个在3年里边，这是最贵的欧版。这个发丝相当于是9年的精发，发丝精密，这是它的一个点。另外就是它的环彩包浆，你看这包浆双面都是环彩，这种是特别少见。这种彩啊，就是山西的那种冬彩，在银元里边也是非常少见的。你这个状态给到4000也为啥呢？你4000？对，这样吧，你这2块给我1万块钱吧，啥都别说了。哦，1万块钱，这我刚才才给你估了。这个戊戌老龙能搁1万多，这个4000多，这基本上2块银元，这都1万大几，将近2万块钱了。你只要1万，我建议你也不能卖，赶紧给那哥拿回去。你不要算了，你也别管我的事儿，反正我知道价钱了，我再去别地看。好，你还是三思而后行啊，三思而后行。来，我评理啊。这门的黄的老银元，俺大儿媳妇说是假的，不值钱。哎呀，大爷，你这银元这都是一眼开门的老货呀，真假完全没问题。这看着怪得有20多块吧，这一下子卖了，这还不少值钱嘞。俺儿媳妇才挑剔的啊，给他这一块他还不愿意，这一块不顶这一堆吗？哇塞，大爷，你这个银元可不得了啊！这个是贵州的汽车币，在我们银元界这是属于大珍级别的。我看你这个品相状态还不错。论价值的话，一块汽车币能买这普通的袁大头，最少是400块以上的样子。你可不能胡说呀！啊，这个我给俺儿媳妇了，俺儿媳妇她还搁这点挑剔，她要给她大嫂搁这点宣扬宣扬。哦，他俩人都闹翻了。大爷啊，我又给他要过来了。一般妯娌之间闹矛盾不和谐，都是因为这个分家不均衡造成的。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对吧，没有手机，资讯不发达，这种银元能值多少钱大家都不知道。现在在手机上上网一查，大概值多少钱，大差小不差。这个汽车币能买这种袁大头，说实话能买几百块，恁大儿媳妇肯定是不愿意啊。那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这个汽车币真值钱。我现在我要给俺儿媳妇又要来了。要来了，我准备叫这个值钱的给俺大儿媳妇，叫这不值钱的给俺儿媳妇。大爷，我看你这年纪啊，得有60、70岁了啊，但是你这没有活明白啊，你这是属于典型的相偏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一碗水没端平。对儿媳妇一碗水端不平的话，很容易就引起这个家庭矛盾。人家都说家和万事兴，对吧？你这相偏。这也太明显了。那我没有相片呢，我哪来相片嘞？我对银元又不懂。你刚开始确实是不懂，就以这个数量为例吧。你看，你跟那大儿媳妇20多块袁大头，给二儿媳妇就给了1块，就是因为你不懂，把这个贵的又要过来，又准备给大儿媳妇，你这做的也太明显了吧？那俺儿媳妇她不懂事，我肯定对她有意见了。你都说这个银元管值多少钱吧？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孩子一般见识。先说你这一堆袁大头哈，这个品相状态还都不错，无伤无戳，背面超级干净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传世品相。3、8、9、10年份，除了这个贵了8年没看到，还有这个传样没有21、22年。哎，抛开版线不说，就按现在的行情来说，这1001块20多块，这小3万块钱了。这真值钱吗？那我说这还不知道真值钱呢。你说这还不能给俺儿媳妇玩嘞。给他10块。给他10块啊！掉下这都给俺大儿媳妇。大爷，你咋那糊涂嘞？你可不能这么明目张胆的拉仇恨呐！刚才就跟你说过了，这些袁大头它不值钱，真正值钱的是这个汽车币。这种汽车币，你可不要认为它这上面印了一个汽车就是现代的东西。你看上面写的非常清楚。民国17年，这种汽车币啊，这是以前的正儿八经的古董，
这个当时把汽车引到银源上，全世界范围内还是头一招，设计比较超前，是当时贵州省主席周锡成设计的。他为了修一条公路专门发行的，总发行量才5万枚，现存世量不详，反正就是少。你这个品相保存的又那么好，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瑕疵，非常完美吧？这少说也得值个大几十万呢。这个真值钱嘞！我现在我都叫这个给俺大儿媳妇去。我以后我得指望俺大儿媳妇给我养老嘞。大爷，你这分法太相偏了。你这样分的话，那儿媳妇肯定对你这意见特别大。那他有意见，他先保留。那既然你都给他们要过来了，那暂时谁都不分了。这个有贵重的这么银元，有这么贵重的银元在你手里边放着，说实话，他们俩会抢先来孝敬你的。你这享受天伦之乐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总比2个儿媳妇勾心斗角，对吧？在一起闹别扭强太多了。你感觉嘞？我都这，我收着，我都去给俺大儿媳妇去。这大爷，你得别糊涂，别犯糊涂事儿啊！我没想到俺闺蜜竟然这么损，我这生孩子竟然送给我一块银元，而且还是一块假银元。闺蜜啊，一般都是自己的好姐妹，给孩子送银元不应该送假的吧？来，我看都是啥的。绝对是假币。你说谁家的银元会发黄？我也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的人，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对我。你先不要着急啊，这是一块入皮盒的湖北龙，这壁面泛黄应该算是它的黄油彩包浆，真假的话要仔细核对官网。我对这个银元也不懂，还是我婆婆看出来的。她说这是过去清朝的银元，上面竟然带英文，它就是假的。带英文太正常了，因为像这种过去的银元啊，它的模具就是外国人给我们设计的。我看你这个银元状态还不错，虽然说没分，但好歹啊也是UNC 状态的，尤其是龙鳞很不错。恁婆婆啊，这分明就是不懂啊。我婆婆比我懂，俺家里面就有袁大头，已经仔细对比过了，上面一个英文字母都没有。那是袁大头银元确实没有英文，我给你细致的讲一下。恁婆婆说了2点都没有根据。第一，泛黄，这是它的包浆，在我们行内称之为黄油包浆，加上你看你这壁面带转光泛黄，不仅不是什么毛病，反而能给它加分。另外它这一个带英文字母太正常了，因为这种银元在过去它就相当于是贸易银元，是清朝和全世界各个国家做生意用的，所以说这就很正常了。你说正常那就正常呗，我妈可能是没见过这样的龙样，对，我还以为是假的，把我吓一跳。闺蜜关系在这放着嘞，把心放到肚子里吧，真假完全没啥问题。估计也值不了几个钱。我妈说袁大头才几百块钱，我可是一天给她随5000大红包啊。放心吧，礼尚往来人家也不会亏待你的，因为这个湖北龙你看平时一块就顶这个袁大头2块多。况且你这个龙鳞，你看又那么好，又是皮盒UNC的状态，绝对可以给恁这个孩子当个传家宝之类的，完全没啥问题。你别这样说，我还是知道价值的好，别回来赔钱了。卖给你多少钱？赔钱倒是不至于，5000块钱现在说实话也买不到什么银元，基本上沾上皮盒的银元都不便宜。你这个 UNC92，首先状态是属于未流通的品相。未流通就是银元从招币厂出来，未在市面上露过面，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从银行取出一沓新钞，在家里边一直放100多年才拿出来，所以从状态上来说，品相各个方面挺好的。一般湖北龙它这个龙鳞都比较差，基本上看上去都糊住了，因为过去银元模具普遍存在重复使用。再加上湖北龙鳞比较突出，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容易磨平，所以这个湖北龙整体品相都不好。再反观你这一块可以说是百里千里挑一，相当于是从招币厂出来似的。壁面不仅没有任何的流动痕迹，而且壁面你看还带来一层黄油转光，所以说你这个湖北龙保存的品相都特别好。这幸亏是没给分才送给你了，如果带分这恐怕也到不了你手里边。啥意思？带分能给多少钱？现在又能给多少啊？带分的话，估计带好几万了，因为你这个不带分，看你这个状态，也能给到你1.5万左右吧。
乖乖嘞，还没分儿，还给1万多了嘛？对，那去哪里能加分呀？那多卖钱是好事啊。去加分那得去皮革的评级公司了。评级的啊，基本上都是看运气的，因为这个评级的时候啊，一般待这个几个月，给他们再寄过去就可以了。还得邮寄啊？对，好麻烦。那我还是给自己别没事找事了吧。对你又不卖，没必要去换盒子加分，没必要去花那钱。只要真假没啥问题，以后出手的人啊，可以随时变现就行了。好嘞，谢谢你老板。没事。这块银元我吹过了，香得很，100%是真的。这一下子我终于可以非常知道变粉了。你这个银元确实不得了，袁世凯的7分脸，随便拿一个只要是金属的东西都能吹响。能吹响并不代表就是真的呀。这话说的没根据，反正我这次相亲是找到了一个高富帅，第一次见面就送我了一个那贵重的银元。第一次相亲见面送这个并不现实，你这个银元是袁世凯的7分脸，属于典型的样币，存世量是屈指可数，而且你这个还是签字版，这个图盖着了。相亲见面我倒是经常见有炫富的，但是并没有见过有献丑的。你这个银元虽说丑是丑了点吧，但是它价钱可观。我上网一查，好几百万嘞！我这次终于可以嫁入豪门了。哎呀，像你们00后相亲见面只讲经济不讲人品的话，那结婚之后万一像海市蜃楼虚幻的话，那受伤的最终还是你们啊。海市蜃楼谈不上，除了嘴会说之外，还挺关心人的，最重要是对我好啊。这份银元我吹了就是真的。你不要一味的信奉，只要吹得响的银元都是真的，只要是金属的，你卡在手里，它扁迟，它都能响。过去人吹响是听银元的材质是不是银的，因为过去银元也有假币，假币通常都是用铜做的，他听声音分辨是不是银子而已。而现代人分辨真假和过去区别很大。你说的这些我也听不懂，我也专门称过重量了，26.8克，一点都不少。哎呀，这个26.8重量是对的，因为银元的尺寸薄厚，在一定的情况下，只要用银子做出来，重量都是那么多。你这是啥意思哎？你咋老是给我说反话哎？这银元是咱家祖传的，还能有假的吗？你也不要对我产生什么误会，我只是简单的给你提醒一下。说实话，你这个袁世凯的7分脸这个确实不是家传下来的，你也不要对他这个抱太大的希望。你这话说的有点阴阳怪气啊！你就说在你这里能给我多少钱吧？说实话，我真给不了你价钱。像这种袁世凯的7分脸当初这个银元做出来之后，拿给袁世凯欣赏的时候，当时的设计师乔治才发现，现实中的袁世凯比银元上的这个人胖多了，所以又重新铸模修改，才留了后来我们常见的3、8、9、10年的袁大头。而你拿了这个币种只是试铸了而已，所以存世量极少，价格自然也就上几百万了。对，你这讲的跟网上记载的一样，物以稀为贵，所以值钱。如果是真币的话，肯定是值钱的。像你刚才说是家传下来的，首先说它这币面包浆并不是一眼开门的，一般像这种怪的包浆这都是后天做出来的。银元老不老，包浆很重要，包浆不开门，即使是再贵重的银元也都要看它这个扁池压力了。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扁池压力，它这个扁池细看第一看上去比较软，石柱币的扁池没有这种现象。第二就是它这个扁池整体划一，也就是我们行内所说的一眼夹。如你所说，只能说明它这个材质是银的，银元确实不老。那不老就不老呗，不老的话它应该也有价钱吧？26.8克银子而已，市场价你就按100多块钱算呗，再高也没有人要了。我真没想到会是假嘞，我还以为能卖几百万嘞，这太搞笑了吧！所以女孩子找对象一定要擦亮眼睛，不要听她说什么，你得看她做什么。还有你们女孩子见面的时候，不要一味的往钱上看，年轻人，对吧？哪有那么多的高富帅只要脾气谈得来，真心实意对你好，就像那种潜力股也可以交着往这看看，总比那些虚情假意，送给你这假银元强吧？你说的对，我还还给他去。对，还还给他吧。好。因为除了收古董，不知道收不收银矿石。我这有一块3000年的银石，含银量99.9%。银矿石，不过这形状看着挺古怪的，白花花的，确实是银子不假。这难道还有啥来历吗？
一般银子是比较常见的，这银矿石就比较少了。尤其是上千年的矿石就更少。我这有一个上千年的。听你说这银矿石这个词，我是第一次听说。你这上来还整个上千年了，但是我看着你这形状比较特殊，白花花的颜色，如果有年份的话，它应该带包浆才对。可以说说你这个东西哪来了吗？我是在废品回收站500块钱买回来了。500块钱买回来了。那你捡个漏，这当银子卖的话，这重量好歹也能卖个几千块钱啊！几千块钱我肯定是不卖的。我为了这块银矿石，我现在都花了2万多了。花2万多了？那你这钱是咋花来的？500块钱从你废品站收回来吧。当天我就坐飞机跑到广州了，去做了检测。那你还为了这个小玩意儿，还专门跑到广州，竟然还坐飞机去，这有点大费周折了吧？主要是咱这里不是没有那个金属检测仪吗？我刚开始还以为它是白金的嘞。那你这想的太美了，废品站咋可能会有白金嘞？一切皆有可能啊！我这个银矿石如果不是被我发现，估计那废品站老板都当铝给处理了。其实这个铝和银子除了这个都是白色之外，重量差别还是很大的。既然都被你捡漏了，那你这2万多块钱花的有点亏了。我倒感觉不亏啊，如果不多花钱学习，不然我也不知道这块银矿石能值300万啊！300万，我没听错吧？你这价钱是咋核算出来的？不用核算因为它比较稀少，物以稀为贵。稀少东西越稀少越贵，越值钱。怎么听你说这话，就像别人给你洗脑似的？你这2万多块钱都花哪儿了？2万多块钱也是我这2年花的，主要是没有遇到有实力的老板，你知道吧？人家拍卖公司建议我，等经济好一点再去上拍。我感觉你这是遇到了骗局。但凡只要是好东西，有实力的老板还是有很多的。关键是人家有实力有钱，不可能300万，对吧？就随随便便买个东西回去，对吧？人家投资讲究一个回报率，那你这个东西怎么证明是上千年的矿石呢？人家有经验的老专家，都已经给我写出了鉴定证书了，白纸黑字，上面写的就是上千年的银矿石。说到底你这是花钱去买了一个鉴定证书。我给你来讲一下所谓的银矿石。第一，上千年的时间点不对。这个有色金属除了黄金不会氧化之外，像这种银铝它都会氧化，尤其是银子，它氧化的速度更快。你别说上千年，2、3年，说实话，这个新东西我看着像。另外，像你说的银矿石，它应该是石头类的半成品，而你这个用金属探测仪已经检测过了，含银量99.9%，这足以说明这个东西它就是成品银子而已，并非什么石头。说白了，你就是按银子价钱算就行了。我这拖着大概也就有1斤的样子吧，3000块钱一大管吧。3000块钱？对，你给我闹着玩的吧？没有，我都花2万多了，这是要卖300万的东西啊！你这本身是捡个漏，花500块钱从废品站买回来，蛮可以稳稳当当小赚一笔。但是你为了把它变成白金，又不惜坐飞机去广州检测，这中间正是有人看你想多卖钱，再给你不断搞出来的这个新花样，像什么银矿石，干脆再给你搞个上千年，这都是为了你口袋的钱，说实话才给你编出来的。我也听出来了，你什么都不懂，我这几百万的东西能被你说成几千、气人啊！这是别执迷不悟了，为了这区区500块钱买回来的东西，你这一下子花了2万多了，而且还占用了你2年的时间。你想想，如果真是好东西，早就卖掉了，这就说明这个东西不值那么多钱。建议你也不要再去送拍了。还有就是一切再花钱的这个东西，说实话也不要为了这个银块再去多花那个冤枉钱了。好了吧，好了吧，你把东西给我吧，我不想再听你唠叨了。好吧，好吧。这一次可把我气坏了。这结婚下了1万1，结果就换回来3斤旧银子，这把我气得肝疼。1万1买3斤银子，确实是很亏，但是1万1的彩礼确实很低。来，我看啥东西。 1万1放现在确实很低这是20年前的1万1，我这个气都已经生了20年了。我感觉你这是吃了葡萄还嫌酸，这是正儿八经过去的老银元，这数量的话估计得有50-60块吧。不多，正好是58块。放秤上称正好是3斤整。每次看见这银元，我心里都烦。你先不要太生气，58块银元，这放20年应该也不会赔钱啊。我看你这银元大部分，你看这都是冤大头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，整体品相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。你这该不会把他们当3斤银子卖了吧？你都不知道，我以前拿去金店问过，去了几个店结果没有一家收的，都说是假的。假的不至于，这银元这都是一眼开门的，去
去金店问价的话，只能说你去错了地方。卖首饰的基本上都看不懂银元的真假。我也找过你们同行问过价，他当时好像只给我60块钱一个，我嫌亏太多啊，我就没卖。60块钱一个的话，那应该是20年前的那个价格。一般回收价要比这个市场价要低，你没卖是对的。现在银元和20年前比着，这已经翻了10几倍的这个价格了。好像没那么贵吧？现在银子我看了才5块多一颗，比20年前涨2、3倍。你不要一直把这个银元当做银子，那样比来比去就没啥意思了。银子价钱20年前确实是1块多钱一颗，这20年涨了3倍多，但是银元他们又不按银子卖。你不懂，说实话，你才会按这个银子价钱算。我就不懂啊！这不知道啥时候能涨到500一个，我等了花都谢了。你不懂，那我就给你讲一讲。像你这些银元现在都是无机文物了，它这个含银量只有9银1铜，你按银价卖的话，才100块钱左右。他们都是过去铸造发行的，数量说实话就那么多。他们又不是说你拿20多颗银子，你现在就能卖出古董的价格。我这整体给你看了一遍，全是3、9、10年通货元大头，里边也有这个传样，少许的传样。通货的意思就是按银元有流通痕迹，但不是太明显，壁面无伤无戳。普遍我们个人家里边流通的银元都是这样，但是你这里边又没有特别值钱的8年龙样，所以价格就比较低了。通州的话，1000一个，58块，好歹说实话现在也都是6万多块钱了。我没有听错吧？没有。我的目标价想要500一个，你这竟然能给我1000一个？对，我给你报的都是现在的这个市场价，你想往500，只能说明你不懂。500这价钱，说实话，你现在去市场上买，根本就买不来因为现在的银元虽说它这个板分得很细，但是价钱还是非常透明的。20年前我媳妇儿的嫁妆，只在家里放了20年，对，没想到竟然还能挣钱。对呀。那你看1万1来算的话，确实是挣了一笔。不过20年前的1万1，它那个购买力还是可以的。那你放到现在，只能说是拿时间去换空间，比存起来说实话吃力气强。如果你再放20年的话，估计这个价格会更高。这就得看你的想法。你看这银元咋处理？我不放了，我现在急着有钱，这一下子全部卖给你了。全部卖给我？对，那也可以不过在卖之前，我给你仔细的看一看里边有没有板，顺便呢，你再给那媳妇儿打个电话，问他叫不叫卖。中，好嘞，我现在就打。好。我这一大把年纪了不想过这个穷生活了叫我祖传的东西拿出来卖了，我好好的享受生活。不想再过穷生活了，把家传的银元卖了年龄大了，确实应该好好的享受生活了。对呀。但是你这10来块银元我简单的看了看，大姨这可卖不了多少钱卖不了多钱，老肉拉米，大头得厚度的。叫你看看，你不叫你看看大了，你是看不起我老大。好大的一个银厅确实是老肉拉米，大头该厚度了。这个银厅拿出来确实够大，而且还是乾隆年间的东西。银厅不在大小，看完这个大了只能说你这些东西更卖不了多少钱了。你这年轻人，你这看的不能那了，我家里我屋里更值钱了，还多着了嘞。那你这不能，如果不能拿了，都不叫你再看了。暂且先不说你屋里边更值钱的东西，都拿你拿出来的这2样东西。既然来了，我就简单的先说一说，先说一说我这比较熟悉的这个银元吧。就拿你这个来说吧，这个是9年的精发。9年的精发，它这个边齿它是不同于其他银元的，大都以细齿为主。你看你这个边齿做工太规整。再看壁面包浆这属于剥锈灌装，这样的包浆最容易造假，包浆看起来不够自然，而且壁面做工明显压力不够。下面的其他银元跟这块银元一样，咱们就把它这个边齿放到一块来整体来看一下。你看它这个边齿没有一点变化，如出一辙的一只，这应该是近些年的机制品，材质确实是银的，100块钱一块。
那100块钱一块，你到哪地儿100块钱你一块你也买不到啊？买不来。其实我说了啊，真正的过去的银元才真正值钱，可惜你这些银元都不老。我估了啊，只是它的一个银价而已。还有你这个大家伙，这个银亭也一样。你看上面写的是乾隆年间。首先从这个时间上来说对不上号。这个银亭啊，其实从唐朝那个时候开始用的。你看它的设计就像一艘船一样，船形银亭，它的底部你看较厚，而且是平整的。它的周边两侧你看很薄，高高的翘起来。因为那个时候银盾啊，它的纯度很高，很少有这种杂质，纯度颜色发白。这个边啊就方便于大家辨别它的真假和它的含银量。有的直接可以剪开，就是为了检验它的这个真假。但是银亭的个头太大，不方便使用存放。大部分啊，唐朝、宋朝、元朝那个时候用的比较多，到了清朝基本上都是元宝的形式了，所以年份不对。再看你这个银色的话，你看，说实话，这连银子都不是，这分明啊就是白铜之类的。我看啊，就是近代的一个仿制品，看假。你说假都假了，你当我70多岁了，这都是白活了。我放这长时间，你说这也假那也假大爷你也别生气啊，我这也是就事论事，这些东西刚才就像你说的一样，是祖传下来的。我想里边应该是不是有啥误会，或者是那祖上以前逛古玩街，或者是卖别人的。一般卖这种东西啊，大部分来历都是虚构的，那祖上应该是被骗上当了。那你还是那，你说的天花乱坠啊，季节的东西季节知道，我不会叫你捡漏的，我的东西我知道。大爷你千万别误会，刚才我给你估价而已。就像你这些银元啊，是真银假币没市场，他们也就是一个银价。就像这种仿制的东西，我们也不回收。至于有没有漏可捡，说实话，东西还是你的。你要不你再找其他人看看，只能这样说了。我得找人看看，你说的太玄气了啊！好，可能是我的眼力还达不到。给这些东西你还收起来吧，还收起来。收起来。俺媳妇儿啊，真是一个愣头青。花2000块钱买她闺蜜一块银元，这一下亏了半个月工资没了。2000块钱买闺蜜一块银元，感觉亏了。对，这闺蜜应该不会骗自己人嘛？来，我看啥银元。我有称已经称过了啊，这么一丁点银子啊，半两也没有。2000块钱买回来比黄金还贵嘞。哇塞，你这个银元漂亮啊！这壁面光度，这绝对是未流通的品相。银元又不敢可去买，和买黄金这有啥关系嘞？2000块钱啊，你就是买个戒指，你比这保值啊，这白花花的，看着像假的似的。你可能对这个银元不懂啊，它这种壁面这不是白花花的，这种啊是它的这个光度。一般这种银元壁面都没有这种光度，壁面没有丝毫的流通痕迹，这种算是未流通品相了。恁媳妇儿这是捡了一个惊天大漏啊！你就别安慰我了。我这几天没在家他借我朋友2000块钱买的这一块银元真是让人不省心啊。一般在一个家里边都是女人当家，你这在家里边的地位可以啊。他如果买个其他东西可能会赔钱。我实话告诉你，这个银元啊，绝对是有大钱赚。你都不知道，我媳妇儿这个人啊，平时比较老实。她闺蜜说急用钱，要去办点事儿。那天随便找个寄卖行，人家就给2000块钱。没想到我这媳妇儿愣头青，借钱2000给她拿下了。你看这赔多少钱吧？刚才就告诉你了，赔钱是真不至于。你想想，人家那个寄卖行报价2000块钱，那是有利可图的。人家做生意掏房租，如果是假的话，别人肯定不会收。卖给别人也是卖给自己啊，相当于是把钱让自己人赚了。我觉得那媳妇儿并不傻。就算你说的有道理吧，但是我咋看这根银元咋不舒服啊？别人说银元不都是带点财吗？对呀，你这个也带财啊。你这种财是黄油财，不仅带财，而且你看一下还带转光，比我们常见的那种老财贵。因为银元的含银量它是9银1铜，带后包浆的呀都是密封，没有密封好。而你这种光度确实是稀少的。你也别给我灌输专业知识了。说了我也不懂啊。你就说这块银元能给多少钱吧？那行，那我就直接给你报价钱吧。你像那种普通的湖北省龙啊，流通过无戳无伤的，大概在2吨多的这个市场价。而你这个，我个人认为啊，顶普通的7、8个完全没啥问题。
什么意思？真能值1-2万吗？对，你这话说的很模糊啊。我也是初步给你估一下价而已。基本上我们平时见到的银元啊，都是通货，像这种未流通的比较少见。第一，它这个不是白币，白币啊就是洗的很干净，基本上有很多啊都秃噜皮了。而你这个，你看带一层黄油彩。而且白币没有转光，你仔细看看你这光度，哎，这就是车轮转光的状态。另外啊，龙阳主要是看它这个龙鳞，你可以细看一下你这个龙鳞，可以说是没有丝毫的磨损。因为湖北龙啊，龙鳞都很差，能有这个状态可以说是非常棒。所以综合而言的话，我个人认为啊，能卖个1.4-1.5，这个是绰绰有余了。啥都不说了，我这媳妇儿的眼光啊也是很犀利的。我平时都引以为傲，没想到2000能捡这么大一个漏。这绝对是赶巧了，毕竟别人给她报2000，恁闺蜜什么都不懂，这是一个外在的因素。内在的因素最主要是你这个湖北的状态啊，未流通还是最主要的，带光带彩确实是完美。你也别这个拿一块裸币了，我这给你找个盒子套上，哎，省了啊，以后你磕着碰着了，以免影响它的价值。好，谢谢老板。我回去啊得好好犒劳一下俺媳妇儿。对，明天啊，我让俺媳妇儿再去她闺蜜那看看，估计应该还会有。哎，对，如果再有的话，你记得下次给恁闺蜜啊多给点钱，毕竟自己闺蜜了，哎，别亏待就行了，哎。这你都别管了，我得多压点价钱，这样我能挣的更多。谢谢你啊，那祝你好运吧。老板，你看这个破银元值几个钱？破银元，这是评级入 PCGS 的北洋龙，这笔面带彩啊，这银元是搁哪来的？这银元是我表妹送给我的。以前她结婚的时候啊，我给她封5000块钱的红包。你像我们亲戚之间结婚啊，我妈非得让我给她封5000。说以后人家还反过来的。对，没想到她竟然送我一块破银元。礼尚往来都这样，你给人家封5000。别人给你一块银元算是回礼，我看你这个银元不错啊，这还不是普通的北洋龙，你细看它这个34的书写方式是艺术字，而且这笔面包浆还带彩，说实话，你这算是捡大漏了。捡啥大漏嘞？把我气的头都快炸了啊！要不是碍于是亲戚呗，我早就上家去骂大姐去了。你稍安勿躁，骂大姐倒不至于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就是以前表妹结婚，你给她封5000的红包。而他却给了你一块破银元，你认为它不值钱是吧？对呀，肯定是不值钱的呀。这东西就这么点银子，你说能值多少钱？一般像这种银元，一个重量是26.8克的银子，但是银元可不按银子价钱算啊。这样吧，我想问问你，你这次结婚，你希望恁表妹给你封多少钱的红包？哎，多了咱也不要，给5000块钱就行了。毕竟我给她封5000嘛，她反不了就行了。我不爱占别人的便宜。你的要求其实也并不过分。这个礼尚往来只要对等就行。那表妹这次啊没有给你拿现金，送给你的这块银元，应该是真心祝福你了。一般能送这种带板的龙样，可以看出来他这个手里边也不差钱。得了吧，他家那确实是好，但是我没想到，他会占我的大便宜。哎，你确实是误会那表妹了。像你这块银元，如果是普通的北洋龙，XF 92分，市场价大概也就是5000块钱左右。没听明白，难道这个银元还跟普通人不一样吗？你这个肯定不是普通的呀。你看它这个3和10就不是正常的阿拉伯数字，这个是34年北洋龙里边的第一大名誉品，卷3起4。3你细看一下，它就像人的耳朵一样卷起来了，4就像一面旗子一样，这个板比较少，所以我们平时很难遇到。虽说这个评级 PCGS 没给分，但是整体状态还是不错的。你细看它这个龙鳞，从头到尾可以说是几乎没有磨损，因为龙样主要是看它的龙鳞了，而且你这两面也都是全身打，尤其是字口非常清晰，满纹、珠圈、内齿全部都健在，味道也是一级棒。你说的专业知识啊，我听不明白但是我看着这银元啊黑不溜秋的，有点像假的。你把心放到肚子里边吧，假币倒是不至于，这外边黑不溜秋的是它的包浆，这种包浆啊在我们行内被称为酱彩，只不过你这个银元不太明显罢了，因为里里外外你看搁着盒子，这层包浆啊使这个银元才有这么好的味道。再跟你说一下，这个 PCGS 是盒子币里边全球最硬的盒子，只要是能入盒，它的真假都是有保障的。顺便给你估一下价，就你这个状态2万左右吧。2万？对，这你可得看清楚啊。看清楚了，你这个是大名誉品卷3起4，
你就是现在不想要了，出手给我最少也得给你个1.8万就。我就说我表妹客气吧，我妈非得说这医院是假的，结果我妈打脸了吧？因为你们都不认识银元，怀疑真假，说实话看着有问题，也是这个人之常情。但毕竟这块银元啊，怎么着也是恁亲戚，对吧？亲表妹送的，自己亲戚啊，绝对不会做出那种逾越格的事儿，留着吧。以后说不定啊，可以给孩子当个产家宝之类的。我感觉这个币种，说实话还是不错的。我感觉这医院也不错，要不然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呗，我都不会来。没事，把这个误会解开就行了啊。中，老板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这马上要过年了，没想到让我捡了一个惊天大漏。这银元宝上面有雕龙有画凤的，最少值100万。快过年了，捡个大漏，蛮可以过个肥年啊。这银元宝上面雕龙画凤，我还真没见过。来，我看看啥来。这银元宝啊，从皇宫里出来的，你都不知道，这是我1万块钱捡的大漏捡来的。皇宫里边出来的银元宝，这上面雕的确实有龙凤，这么大个确实很轻啊，这应该是空心的呀。我称过了，这整整是1两的重量，整整50克。国际皇宫造办处的师傅真是太厉害了，这工艺漂亮的很。这工艺确实是漂亮，你看上面写的还有一个字，这很有意思，招财进宝。兄弟啊，我看你这银元宝，这可不是过去的东西啊，材质确实是银的。你看这上面那么新，这分明就像是才出厂的东西。你这1万块钱买过来，这可赔大价钱了。我都找深圳的首席鉴定师老师鉴定过了，正八经晚清的东西，溥仪大婚的时候用的，1两的，保存的呀，相当完好，最低价值100万。你这个首席鉴定师太会胡扯了。先不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溥仪用过的啊，就单说晚清那时候1两的重量，你称的是50克，而晚清那时候的重量是37.3克，这过去的重量都搞不清楚，这咋给你鉴定的是100万呢？你也别忽悠我了，我捡漏这一次也不容易，前年我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后边跟着还有好几个人，争着抢着要买的。你是不是会遇到骗局了？这种东西咋可能会有人排着队买嘞？你对这懂不懂啊？卖给你那个人你认识不认识？那个人我不认识，我也不懂但是他用金属探测仪已经探测过了，含量99.9%，绝对100%的是银子。那你这个确实是银子，关键是银子便宜啊，租银才几块钱一颗。你要知道，1万块钱买回来了，它可是有古董属性，不是古董那就值不了啥钱了。还有这底下，这粘的这是啥东西啊？这是这个别接啊！这底座磨了磨了就不值钱。这一定是卖家告诉你了吧？这下边不揭开，说实话，这玄机就出不来。你看这上面写的啥？50克 AG999。清朝那个时候，你说哪有这样的标记？清朝那个时候，银元宝上面写的也有字这不是很正常吗？这太不正常了。过去的银锭上面打的字那是主次，商定打的是有引号，官锭上面打的有名字，哪个县哪个州，而你这标了，这分明就是现代的，这是最大的区别。你去金店转一转看一看，类似这样的工艺品到处都是，价格的话，它也就是一个银价而已。你这掏1万块钱买50克银子，这是赔大价钱啊！不可能，你说赔钱就赔钱吗？人家首席鉴定师鉴定的值100万，你说赔钱都赔钱，这差距也太大了吧？差距确实不是一般的大，明明就是50克银子而已，非得告诉你值100万，这里边绝对是有大有文章。我感觉你这是上了连环套。首先，这个卖你1万的人是看准你啥都不懂，事先找几个诱饵忽悠你，相当于是200克银子卖给你，你这是纯粹的大冤种啊！然后你又上网去查价格，告诉你值100万，绝对是想骗取你的各种鉴定费、拍卖费。你这今天幸亏找到了我，这50克银子也就价值300块钱的样子。多少？300？对，你别忽悠我了，你再给我300，我也不卖，90万还差不多。90万，我刚才给你说半天了，你这好像啥都没意识到。反正该讲了我也给你讲清楚了，过去的事儿咱都不提了，你可别相信那什么首席专家的话了。建议你随便找个金店，先去我们家再说吧。金店他们又不懂古董，我问他们干啥嘞？你也别耽误我发财了。好吧。这马上要过年了，没想到让我捡了一个惊天大漏。这银元宝上面有雕龙有画凤的，最少值100万。快过年了，捡个大漏，蛮可以过个肥年啊。
这银元宝上面雕龙画凤，我还真的见了。来，我看看啥来。这银元宝啊，从皇宫里出来的，你都不知道，这是我1万块钱捡的大漏捡来的。皇宫里边出来了银元宝，这上面雕的确实有龙凤，这么大个确实很轻啊，这应该是空心的呀。我称过了，这整整是1两的重量，整整50克。哦，国际皇宫造办处的师傅真是太厉害了，这工艺漂亮的很。这工艺确实是漂亮，你看上面写的还有一个字，这很有意思，招财进宝。兄弟啊，我看你这银元宝，这可不是过去的东西啊，材质确实是银的。你看这上面那么新，这分明就像是才出厂的东西。你这1万块钱买回来，这可赔大价钱了。我都找深圳的首席鉴定师老师鉴定过了，正儿八经完清的东西，铺一大婚的时候用的，1两的，保存的呀，相当完好，最低价值100万。你这个首席鉴定师太会胡扯了。先不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溥仪用过的啊，就单说晚清那时候的1两的重量，你称的是50克，而晚清那时候的重量是37.3克，这过去的重量都搞不清楚，这咋给你鉴定的是100万呢？你也别忽悠我了，我捡漏这一次也不容易，前年我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后边跟着还有好几个人，争着抢着要买的。你是不是会遇到骗局嘞？这种东西咋可能会有人排着队买嘞？你对这懂不懂啊？卖给你那个人你认识不认识？那个人我不认识，我也不懂但是他用金属探测仪啊，因为探测过了，含银量99.9%，绝对100%的是银子。那你这个确实是银子，关键是银子便宜啊，铢银才几块钱1颗。你要知道1万块钱买回来了，它可是有古董属性，不是古董那就值不了啥钱了。还有这底下这粘的这是啥东西啊？这是这个别接啊，这底座磨了磨了就不值钱了。这一定是卖家告诉你了吧？这下边不揭开，说实话这玄机就出不来。你看这上面写了啥？50克 AG999。清朝那个时候，你说哪有这样的标记？清朝那个时候，银元宝上面写的也有字这不是很正常吗？这太不正常了。过去的银锭上面打的字那是主制，商定打的是有引号，官定上面打的有名字，哪个县哪个州，而你这标了，这分明就是现代的，这是最大的区别。你去金店转一转看一看，类似这样的工艺品到处都是，价格的话，它也就是一个银价而已。你这掏1万块钱买50克银子。这是赔大价钱啊！不可能，你说赔钱都赔钱吗？人家首席鉴定师鉴定的值100万，你说赔钱都赔钱，这差距也太大了吧？差距确实不是一般的大，明明就是50克银子而已，非得告诉你值100万，这里边啊绝对是有大有文章。我感觉啊，你这是上了连环套。首先，这个卖你1万的人是看准你啥都不懂，事先找几个诱饵忽悠你，相当于是200一颗银子卖给你，你这是纯粹的大冤种啊！然后你又上网去查价格，告诉你值100万，绝对是想骗取你的各种鉴定费、拍卖费。你这今天幸亏找到了我，这50克银子也就价值300块钱的样子。多少？300？对，你别忽悠我了，你再给我300，我也不卖，90万还差不多。90万，我刚才跟你说半天了，你这好像啥都没意识到。哎，反正该讲了我也给你讲清楚了，过去的事儿啊咱都不提了，你可别相信那什么首席专家的话了。建议你啊，随便找个金店，先去问问价再说吧。金店他们又不懂古董，我问他们干啥嘞？你也别耽误我发财了。好吧。来，老板，这银元看看。姐真的太不懂事了。借我20万。说好了5年给我3万块钱利息的。结果给我一个破银元。你这个银元还不是一般的银元啊，这个是21年的3角传阳，只可以壁面你看带点划伤。我还看到了。这好银元现在才1000多块钱。这还是个带伤的。让我给我孩子当传家宝嘞，这不是搞笑了吗？一般像这种划丝啊，确实是影响它的价值。不过好就好在壁面划丝不深，不太影响大的价格，其他也没看到任何问题。3角这一面你看无磕无伤，壁面包浆还不错，算是将才了吧。这种银元装盒你得保护好，给孩子当传家宝完全没问题。我才不当他传家宝嘞！我姐这个人太抠了。说好了借我20万，用5年给我3万块钱利息。很明显这就是对我不守信用啊！你可能是误会那姐了，他送给你银元的目的就是拿这个银元给你来抵3万的利息。你既然嫌弃不想当传家宝，那就变现不就行了吗？你说的怪轻巧，这种银元根本都不值钱。
俺朋友上次家里都有一个，好像卖了1000多块钱嘛。对，普通的这个大头传阳也就是1800块钱的样子。你这个是21年的3角传阳，传阳啊，总共发行了3个年份，21、22、23。我们常见的都是23年的比较多一点。一般我们个人家里边啊，大多数都是23年的。23年和袁大头是一个级别，无伤无戳，也就是1800块钱。你也不用给我讲那些专业知识啊。俺是亲姐这俩。他的脾气我太了解了。当初我说了一句不用讲利息。没想到他居然当真了。那姐啊，他绝对是个明白人。毕竟20万也不是小数目。你即使去银行贷款贷5年的话，这远远也不止3万块钱的利息了吧？对呀。我把他当亲姐，他们把我当亲弟儿。你说我要不要给他断亲？断亲说的有点严重了，我也看出来了，你也是个实在人，只不过对姻缘不懂罢了。我给你讲一讲这个21年的传阳价值，你就啥都明白了。我这个就来看到底是多少钱，收不了3万块钱，我立马给他断亲。估计你这想断亲有点难。刚才说了，传阳一共发行了3个年份，除了23年的存世量比较大一点之外，还有22年的存世量也不太大。22年传阳的市场价一块顶23年2块，最稀少的呀还是属这个21年。其实这个21年啊，除了这个年份不同之外啊，外观上啊与22、23最大的区别就是帆船这一面，1字下边你看有一个太阳，船帆上面有3只海鸥。当时设计的时候也没啥不妥，当时恰逢啊正和日本人正打仗。民国21年发行的时候啊，这个21年传阳流入市场之后，大家都说这个太阳就是日本的国旗，上面的3只海鸥就是日本的战旗，所以啊就得到了大家的嘲讽。正所谓人言可畏啊，所以短暂流程之后就进行了改版，把这个太阳和海鸥抠掉了，就变成了我们现在大家常见的传阳的样子。正因为21年短暂发行过，所以21年的存世量较少。正所谓啊，物以稀为贵，平时我们普通人根本就见不到的东西就贵了，加上你这个品相整体并不差。为什么说不差吧？无伤无戳就是好品相了。你这点划伤应该是平时拿的时候不注意，这个硬物刮在上面了，因为银元比较软嘛，所以留下来划丝很正常。就你这个品相，目前来看，轻轻松松能卖个5万块钱没啥问题。就说带上来还值4、5万嘛？对。那不带上来，岂不是值的更多了？对对。那应该怨我了。前几天拿回来的时候，我用挖的时候挖了几下。那你真是太亏了。你这好奇划了几下，说实话，你这一下子少卖了1万多，这也不能怪那姐了，只能说你手狂，这1万多块钱没有了。照你这样一说，俺还断不了亲了。那是嘞，真没想到值那么多钱。我还以为都值个千把块钱嘞。因为你对姻缘不了解，了解的话，你绝对不会轻易的划姻缘，更不会冤枉那姐了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无论啥样的姻缘，平时都得保护好。等会儿我给你找个盒子，装你嘞，省得再磕着碰着了。好嘞，老板，谢谢啊。没事。老板，我听说这老江头有几十万一块的啊，你看俺家里边。家传几百块你帮我看看能值几千万？什么老江头的姻缘，还能值几十万？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老江头的姻缘啊！来，我看啥？你自己来看看吧。我看这姻缘都不是便宜的俺妈说那一块在过去都能娶妻生子了。你这些姻缘，这都是冤大头啊！这什么老江头我们都没听说过，在过去娶妻生子谈不上，养家糊口还是可以的。不对吧？我可是找拍卖公司的人看过了这里边的哪一块都能值30多万你可仔细给我看好啊！我这大概看了看，你这里边这都是普通的年份，袁大头3、8、9、14个年份，除了8年贵一点，没看到你这里边有什么大针。我们普通老百姓家里边的姻缘都这样，值30万左右的那都得是大版了。拍卖公司难道忽悠我了？我大本都跟别人交过定金了准备去提一辆 S 级的高配嘞。哎呀，你抓紧时间把那个押金跟人家赶紧要过来去。值30万的大头，我告诉你长什么样，就像这种普通的这种袁大头吧，他这个地方他都得带一行，就是英文签字，也就是我们行内所说的签字版，那一块都得大几百万了。大几百万？对。那我大本都不提了，我得重新考虑去提一辆劳斯莱斯了。兄弟，你是没听明白我刚才说的话吗？我刚才给你举例说明签字版，只是给你打个比方而已，并不是说你这些姻缘它都能值几十万、值上百万。
还有就是说了，你说的那个拍卖公司，他们的话并不可信。我看你这都是普通的大头，你这卖了恐怕不但不够买大本的，你这首付估计都不够。你说这话你看不起谁了？你可别说，这银元是按银子价钱算啊，我可不是那好忽悠的呀。哎呀，放心吧，咱这鉴定估价童叟无欺，该值多少钱咱都告诉你值多少钱。首先啊，以你这些冤大头为例哈。咱就简单的说一说，真假是没啥问题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老货。这有些拍卖啊，给你报几十万一个，那都是有的都是一眼假的东西。你这最起码这都是真的，100%都是真的。俺老太爷小的时候都传下来了，这才传给我。哎呀，真假确实是没啥问题，但是不至于卖几十万一个。冤大头总共发行了4个年份，3、8、9、10，只有8年值点钱。我看你这里边有一块8年。只可惜啊，你这上面带了一个小戳字啊，不带戳的也就2000多块钱，你这带戳的也就1000多块钱呗，那么便宜吗？你这给网上报的价钱，这家伙差10.8千里啊！那你现在太低了吧？市场价大概也就这样子吧。你想想，8年最稀少，你况且都是这个样子了，对吧？就像另外的这些3年啊、9年啊、10年这3个年份里边，这价格就更便宜了。就以你这些无商无戳的为例啊，排除一切小板，就目前你这些通货，一个1100一个，100块就给你按11万吧。这价钱太低了。对，这别说我买大本了，我这连17万的车都买不动啊。对啊，你这指望这些银元肯定买不了啥车，因为这些都是常见的银元，存世量太大了。恁家有几百块，他家有几百块，你说谁来买这个单呢？这你说这不值钱，对，拍卖公司来说一个值几十万，这我到底该相信谁？这个问题啊，你就得好好的考察考察了。其实它就像小马过河一样，你这也老大不小了。这一块如果真能值30万的话，最关键是谁去买单，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。你在网上也多了解一下他那拍卖的那个骗局，省得被别人忽悠了。另外呢，你再拿着这些银元啊，实体店多找人问问。哎，这个价钱啊，自然而然你啥都懂了。好吧，我再找其他人看看吧。哎，行，那你再转转。好，谢谢啊。没事。俺岳父啊，把人也太不地道了。咋了？看给媳妇儿陪嫁银元啊，给了一块破银元，你看能不能值3000块钱？值不值3000？看来你这对银元不懂啊。你这是一块大清玄山，你就现在随便拿一块大清，3000块钱好像也买不来啊。再说你这已经入皮盒。给的是 AU55，这状态确实不错啊！你看这两面，这都带光，而且还带成黄油彩。既然是陪嫁的银元，你也不用太在意值多少钱，你把心放到肚子了吧？这3000块钱搁哪都买不来。哎，你也别下结论那么早。昨天我去二手书店问了个价，别人给我估价2900，当时把我气得想摔掉。电脑啊妈拦着我了，没叫我摔。我差一点2900块钱给他。我想了一夜，一看能不能卖3000多吧。哎呀，你这幸亏是2900没卖，你卖了绝对让你后悔。只能说你去的地方不对。皮盒 AU55分的大清深板龙，那得是啥的人能给你报这样的价钱？我个人感觉啊，应该是一个新手，不然不会啊给你报那么便宜的价钱。他就是一个才开店的，大概18、19岁的样子。反正他对这个黄金的把握挺精准的。说他们到时候也一个人挣个100、200的。反正你们都是同行。如果说你给的价格便宜的话，那我还不如直接卖给他了。那你看正常价来说的话，一块普通的银元利润确实就80块钱，但是你这个它不是一般的，因为银元和黄金的价钱它还不一样。金价比较透明，它都有一个那个大盘价格，每天无论涨跌吧，它都有一个固定的参考价。而我们这个玩银元啊，裸币啊，基本上都是一币一价，而像这种盒子币，入盒带分基本上都有一定的参考价了。像你岳父给你这块的话，他根本就不是那几千块钱的银元啊。你说的意思我也听不懂。我这个人啊都喜欢听价钱啊。你就直接告诉我这个银元大概能值多少钱？行吧，那我给你来估估价。一般这种大清玄山啊，首先它这个发行量是比较多的，但是好品相呢比较少，所以现在都是一币一价。
即使是入盒了呀，也没有说有同样价钱的。先来看你这个斑吧，看一下龙尾出云啊，这是典型的深斑龙。实话实说啊，深斑龙比前斑龙长得好看一点，无论是内齿还是壁面设计，都比那个前斑耐看。虽说你这个不是最贵的那个阿后点，但是你这个状态确实不错，能进皮盒给到 AU55分。首先壁面它这个流通痕迹几乎是不太明显，而且你这个壁面还带光，而且还带一点黄油彩。一般像这种音乐啊，保存的时候保存的比较难，所以说这个品相特别好。能进皮盒给到 AU55分，这个大差小不差。现在我给你估价的话，能估到4万左右。这个东西管4万能值钱吗？4万吗？对。那你要这样说，我误会俺岳父了，这弄的还不得劲啊。那是嘞，一般你想想，那岳父能送给那媳妇儿当陪嫁了，银元能给4万的话，这说明那岳父家的条件也不错。只不过是你去问的地方不对，你去那个二手手机店。他们回收这个银元啊，回收其他东西，他可能是连带或者是回收店啊，他都是回收店，对不对？他肯定也是连带的业务，对吧？那他不懂，对价格把握的不是太精准。那你给的这个价格我很满意。我只是给你简单的给你估了一个价格，那媳妇儿的价格你最好不要卖，对吧？你这卖了，对吧？也不太合适，你放着呗，没事。那行，哎，缺钱的时候再说吧。你要这样说，我就去缺钱的时候再卖，到时候卖了回去生气，好吧？好。